月薪420的粮食局铁饭碗，你居然跟我说不去！我不去，我说了我要养知了猴。儿啊，你说啥？啥猴？知了猴，地里头刨出来那个虫子。养虫子？我砸锅卖铁供你读完4年大学，你给我说你要养虫子，你脑子让驴踢了？那不是虫子，那是能翻身的真金白银。省城夜市，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，一盘知了猴就能卖38。38？对，城里人天天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就缺这种有嚼劲的野味，供不应求。哼，就这破玩意儿，满山都是，谁花钱买？少糊弄老子！我问你最后一遍，粮食局去不去？大爹，你们别他放开！你要打死他吗？你看看他，大学生回来当刨虫子的，明天全村人都知道我林大山这张老脸往哪儿搁。爸，面子重要还是钱重要？都重要。那好，你给我1年时间，1年以后，我要是挣不到钱，跪在村口给你磕3个响头，老老实实去上班。要是我挣到了，以后我的路我自己选，你别拦。他爹，这孩子打小认准的事儿，8匹马都拉不回来，要不让他试试？他要真能靠这虫子挣到钱，老子把这根扁担生吃了。哟，大学生，你家这是咋了？我咋听见你连粮食局的铁饭碗都不要了？对，我不去了，我要回村干山货。回村干山货？林野，哥在镇上干了这么多年山货买卖，什么香菇木耳没见过？怎么着？你念了4年大学，也想回来跟哥抢饭碗？我不收香菇木耳，我只干一样，知了猴。抓知了猴，哈哈哈哈！那东西还用收？地里一刨一大袋，鸡都不吃的东西，踩都嫌硌脚。林野，别怪当堂哥的没提醒你，做买卖得看行情，地里白捡的害虫，你指望谁花钱买？大学4年就把脑子念成浆糊了。海哥，你在镇上收1筐干木耳，能赚多少差价？一筐少说挣个7、8块，怎么着？那你知不知道，省城夜市一盘油炸栀子猴就卖38？真的假的？38？就算真值钱，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回来当虫贩子，你不嫌丢人？大嘴叔，人穷气短，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，这才是真难堪。手里有积蓄，一言一行都有人附和。你跟你爹一样是个犟种。今天大家想笑就笑，咱把话撂这儿。1年以后，我要是挣不到钱，我当全村人的面给你磕3个响头。要是我挣了钱，海哥，你这镇上山货第1人的名字得换人叫。行啊，那哥就等着看你这个大学生怎么把自己赔得连裤子都不剩。这么大，肯定很肥。吓死我了！又逮着一只知了猴，今晚货都挺肥。唉，退了1半的也行，城里人就喜欢这个状态的，越嫩越香。不错不错，手感真好，这都50只了，照这速度，今晚稳赚不亏。全村都笑我，没事儿，尽管笑。等我把这桶东西换成票子，拍到桌上，我看谁还笑得出来。到时候你们求着跟我一起干。
说林野那小子是不是魔怔了？还38一盘。他要是能靠这土里刨的虫子卖出钱，我当场生吃一斤。毛头小子懂个屁的买卖！他要是真能成，我林字反过来写。哎呀妈呀！谁在那儿？大嘴说：“海哥，这么强？”哎呦，我的亲娘啊！大半夜不睡觉，还真在这儿抓虫子呢。传出去能笑出8条村。林爷，你爸妈指望你当干部，光宗耀祖，你在这钻树林子喂蚊子，你抓着一桶破虫子能顶个屁用？海哥，你在镇上累死累活干1个月，山货铺子能净赚多少？少说也有800块，在咱这片老子是这个。800块，很多吗？你吹什么牛？你一个抓虫子的，凭什么瞧不起800块？你觉得我是在瞎折腾？但我抓的这些东西，今晚这1桶送去县城，就顶你忙活大半年。我吹没吹牛，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装神弄鬼，明天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死虫子能卖几个钱。我的妈呀，虫子还是活的，真恶心！小伙子，收摊儿吧，别费电了。城里人烤串、小龙虾什么没吃过，你见谁端着一盘虫子撞街的？摆了5年摊没见过一例。省城夜市就有，卖38一盘，抢都抢不到。那是省城，咱这是县城，县城人认的是实惠。你今晚要是能卖出去1串，我白送你10串羊肉串。行，这话我记着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知了猴怎么卖？1块5一串，1串3只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叔，您尝一串，不好吃您骂我骗人都行。行，来1串，不好吃我可真不给钱。老张、老李，快过来！这玩意儿真好吃，比羊肉串还香。确实香，一口爆浆。老板，再来10串。给我来3串，我要5串。老板，下一锅全给我。没了，这就没了。老板，你明天来不来？来，明天还来，还在这儿。居然挣了89，我爸累死累活1天才50块，我这零成本挣了89。兄弟，你这虫子真能挣钱啊！老板，羊肉串不用送了，明天我还来，到时候咱俩一起发财。林野，林野，一鸣，你咋回来了？我休班儿，回来看看我爹。你小子，我听你妈说，你不去粮食局了？不去了。真养知了猴去了？今晚刚卖完，县城夜市1锅全抢光了。他真不信。油炸的，油炸的，5毛1只，1晚上卖了89块。
多少？89一晚上。小点声，大半夜的。兄弟，你知道我在县里5星级酒店当厨师吧？知道啊。你知道我们酒店最近在找什么吗？野味，高端野味。前几天来了个大客户，点名要吃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。我们采购跑遍了整个县都没找到合适的货，总厨为这事儿急得嘴角起泡。你这知了猴就是现成的野味，野生的、活的、本地现抓的，这玩意儿在我们酒店菜单上能卖88。88一盘，88一盘。对，而且你猜成本多少？0，你自己抓的，兄弟，你这是坐在金山上不知道。你能帮我搭上线？明天一早，你带着货来酒店找我，我直接带你见我们行政总厨。我跟你说，我跟总厨关系铁得很，我说行他就得试试。谢谢你，兄弟。咱俩谁跟谁啊？明天早上10点，你来酒店后门找我。行。林野，你记着我的话，粮食部那帮孙子10年以后还是那样。你不一样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走通了，你就是咱村第一个百万富翁。你来的真巧，总厨正好有空。你就是一鸣说的那个发小，野生知了猴？对，活的，野生的，昨晚亲手抓的。个头够大，都是活的。野生知了猴肉质紧实，跟养殖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一只1块，能接受吗？能接受，能接受。有多少要多少，以后每天送，找赵一鸣签收。记住，品质掉了，价格就没了。没问题，品质我严格把关，死的不要钱，小的不要钱，只要个大的、活的，当天抓的。行，这批先送后厨，好好干。兄弟，1块1只，你知道你昨晚抓了200只，值多少吗？光酒店就200块，加上夜市那89，兄弟，你一天挣了快300，顶我干1星期了。还没挣到手呢，先别喊。这批先送进去，明天开始我加大供应。林野，你大学没白念，那些笑话你的人以后得排队求你。我的知了猴有出路了。爸妈，我一天挣这是多少？将近300块，而且我跟酒店签了长约，1块钱1只，每天送，每天结。真是那虫子挣的，真是。爸，咱昨天的赌约还算数不？行，这扁担老子先不吃了，留着以后去打那些碎嘴的王八蛋。快，妈给你炖了鸡，多吃点儿。
明天多抓点儿，我让你妈给你多准备几个桶。知道了，爸。动作快点，晚了树根底下的虫子全让林野那小子抠走了。这破虫子平时踩都嫌硌脚，凭啥林野那小子钻一碗树林子就能挣89？就是，他能挣这钱，咱们凭啥不能挣？地里长的东西，谁抓住就是谁的，大家伙劲儿挖！大嘴叔，你们怎么全来抓这个了？废话，你能挣大钱，我们咋不能挣？大嘴儿，你捞着几个？我这腰都快折了，才抓了这么点儿。我也就5只，真邪门了。这玩意儿平时瞅着挺多，咋今天跟长了腿似的，这么难找？你们的这几只个头太小，根本没人要。还有，你们翻的那种洞口扁扁的，边缘有黏糊腥味的，那是癞蛤蟆洞，别白费劲。那啥样的洞才是知了猴的？你个大学生，别藏私，快跟大伙说说。正经的蚕洞是圆的，边缘光滑，天一黑它们才往外爬，扒开地表薄薄一层土就是了。你这小子不早说，害我刨了一宿的蛤蟆窝。你们上山抢货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。这儿肯定有。哎呀，这臭马的运气不好。小林，你这批野生知了后品相拔尖，后厨反馈极好，客人都点名要这道菜。刘厨，今天给您送100只，都是精挑的大货。但是100只根本不够卖，我跟你直说，现在门店客流大，有大的供货商想要跟我合作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做到每天供应200只？刘厨，200只，量有点大，我一个人夜里进山抓，顶多凑100出头。我不管你怎么凑，只要每天准时料量，品质不变就行。能做到，咱们长期绑定；做不到，我只能找别的供货商了。行，刘厨，我答应你，每天200只，准时送货。爽快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单人极限也就100来只，200只根本达不到，总不能放酒店多子，丢了长期渠道。唯一的办法，只能收村里人的货。儿子，昨晚村里好多人都上山抓知了猴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山里迟早被抓干净。妈，他们不懂找洞的技巧，抓不到多少，不用操心。预计未来1个月，本地将持续高温干旱，无有效降雨。爸妈，我有件事要跟你们商量，你们别拦我。你说。今天酒店跟我敲定，每天固定要200只货，但是靠我自己熬夜进山，根本凑不齐这个量。不仅如此，天气预报又说接下来将持续1个月的高温。我在学校学过，
高温干旱会导致知了猴出土量大幅减少。儿啊，那咱们可咋办？高温减产，说不定也是我们暴富的机会。如果市场上缺少货源，那价格得翻好几倍。所以，我打算把手里所有钱拿出来，在村里公开收知了猴，5毛一只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儿啊，你这太冒险了，万一行情跌了，收的货砸手里咋办？不会跌，高温减产是定局，谁手里囤着货源，往后谁说了算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0分。行，爸信你。家里的积蓄全都给你拿去周转。12只，我自己抓的，6块钱。三叔，这2只太小，不收，10只5块。老子忙活一晚上挣5块钱，你倒好，坐这收，转手卖1块钱一只。小林，婶子这儿有20只，你给看看。赵婶儿，这几只死了的不收，剩下的16只8块。行行行，比你三叔强。让让让让！林野，这是我跟几个兄弟一晚上抓的，一共200只，数吧。196只，98块。林野，你跟哥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把你爹的积蓄全砸进来收这破虫子，你知道村里人背后叫你啥不？叫啥？叫你林疯子，跟当年一样，读书读傻了。海哥，你今天卖了我200只，要是过几天价格涨了，你别后悔。涨个屁！这玩意儿地里到处都是。我倒是担心你，你这堆货要是卖不出去，你别哭着求哥借钱给你。林野，你爹那点积蓄可经不起折腾啊。就是，你要是赔了，你爹不得打断你一条腿？各位叔伯婶子，我收够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儿啊，你告诉爹实话，到底收了多少？快1万只了。1万只，你把所有钱全砸进去了？全砸进去了，还有冷库租金、运输费、收购款，1分不剩。你要是赌错了，爸，我不是赌，我是算过的。高温减产，市场缺货，价格必涨，这是农学基本常识。他爹，他爹，你出来看！你看看，
今儿晚上我在院门口捡的，又小又瘦。往年这个时候知了猴正肥着呢。真被你说中了，高温减产。这才刚开始，再过几天，野外基本抓不到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城里的知了猴涨价了，一只卖到3块5呢。多少？3块5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刚从站上回来，正好听见2个贩子在说，县城饭店知了猴货源断了，收都收不到，一只3块5。我那天卖了16只，岂不是亏了48？亏大了，亏大了！你那算啥？我卖了50只，50只，25块钱，现在值175。早知道涨价，昨天就不应该全卖了。林海，你那天不是卖了200只吗？98块钱，现在值700块。哈哈。走，去找他。找谁？找林野。他5毛收我们的货，传手卖3块5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坑人，坑乡亲，坑亲戚。凭什么那小子5毛收了我们的货，现在3块5往外卖，暴利都让他一个人挣了，这不公平。对，专坑村里人。这是啥？你放啥了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林野，出来！海哥，啥事儿？你5毛收我们的知了猴，转手卖3块5，你连乡里乡亲都往死里坑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！退钱！今天不退钱，我们不走了。对，把差价补给我们，不然你这买卖别想干了。说完了。说完了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行，那我就一个一个给你们交代。三叔，我5毛收你知了猴那天，你是不是欢天喜地数钱来着？你亲口说的，这买卖痛快，比我自己去镇上卖省心多了。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我是说过，可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会涨价。那要是跌了呢？跌到1毛1只，你还会来让我补差价吗？大嘴叔，你卖我50只当天，你在村口跟人吹牛，说你晚上抓知了猴挣了25块，顶你扛3天水泥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赚了？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能涨到3块5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那要是明天跌回5毛，后天跌到1毛，我是不是也能去你家，让你把吃进去的钱退出来？5毛收知了猴是不假，可你们知道冷库1天电费多少吗？知道租车跑县城多少钱一趟吗？知道我跟酒店谈渠道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吗？冷库1天电费30，租车1趟50，冰袋、泡沫和人工分拣哪个环节不要钱？你们以为我把知了猴收回来往冷库里一扔，钱就自动从天上掉下来？你们有冷库吗？有渠道吗？你们谁能自己去县城把货卖到3块5？现在涨价了，你们来闹，要差价，要补偿。那要是跌到1毛1只，你们谁会来退我钱？你们要是觉得亏，行，我冷库钥匙给你，车费单子给你，渠道电话给你，下回你们自己来，赚了全是你们的，赔了也别找我，谁敢接？你们卖给我是因为你们自己卖不出去，5毛钱卖给我你们赚了，我担了所有风险，跑了所有渠道，花了所有成本，现在挣了钱，你们说我是坑你们，这天底下有没有这个道理？小野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要不咱先回去。就是，你非拉着我们来闹，现在倒好，丢人丢大了。林海，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你自己眼红，拿我们当枪使。海哥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走。行，你小子真行，不光会挣钱，还会治人。
你憋我窝囊了一辈子，今天这口气你帮我出了。爸，这只是开始，高温还有半个月，等下一批货出仓，到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。大山，咱两家是亲戚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林野最近在山上抓知了猴，挣了不少吧？他就是瞎折腾，挣点辛苦钱。三伯，您找我？你在村后那片山林里抓知了后，还发动全村人帮你抓。这山林是村里的集体资源，你在里面搞经营，是不是该交点资源费？听不懂人话。那片山是村里的，你在里面抓知了猴挣钱，就得交钱。不交，从明天起不准你再收知了猴。儿子，要不咱交了吧，花钱消灾。林野，听你妈一句。三伯，您说的资源费有白纸黑字的文件吗？什么文件？镇里或是林业上发的通知，有的话我当场给钱。我是村长，我在这村里放句话，那就是规矩。没有文件，这钱我不能交。行，不交，明天起你别想上山。1000块都不肯出，行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完了完了，得罪了林建国，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混？儿子，你太犟了。他不是要讲规矩吗？那我就去镇上跟他讲讲真正的规矩。您好，同志，我想打听个政策上的事情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是村里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村里山上的货，比如知了猴、蘑菇、野菜这些，本村人自己采集了，拿去换钱，村里能收手续费吗？我们村长，他说山是公家的，我在里头抓虫子卖钱，就得给他1000块的资源费，要不给就不让乡亲们上山。1000块，简直是胡闹！公家山林里的野生资源，只要不是保护类，本村村民谁抓着就归谁，这是最基本的合法权利。村里没权利收费，更没权利私自把路给封了。那有啥白纸黑字的文件吗？能不能给我弄一份？拿着这个文件，上面有红章，有红头条款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我顺便再多问一句，要是村干部硬要拦着人不让上山，或者强行乱收钱，我该去哪儿告他？直接报警处理，乱收费那就是违纪违法。明白了，谢谢您。从今天起，村后那片山林，谁都不准再上山抓知了猴。谁要是再想去抓，得先来村委会交资源费。擅自上山的，一律当贼抓起来处理。凭啥呀？我们祖祖辈辈上山跑点山货，也没见谁收过1分钱呀。那知了猴又不是你种出来的，凭啥？就凭我是村长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我不服。您昨天说没有文件，您的话就是规矩。可您看这是什么？公家山林里的野生昆虫和非保护类资源，本村村民谁抓着就归谁，任何人、任何组织都不能私自收费。三伯，上面盖着大红章呢，要不您亲自过目？这叫私立山头，违法乱收费。你少在这吓唬人！我爸当村长这么多年，当村长不代表能把公家的山当成自家的私产。这片山林是公家的，也是咱们祖祖辈辈共有共享的，谁也没资格卡你们脖子。谁再乱收费，大伙儿直接报警。林野说的对，这个既然上面有政策，那这钱就算了。从今天起，凡事按规矩、按文件来。林家这小子，以后谁还敢轻看他一眼？
他们没把你咋样吧？没事儿，妈，彻底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咋解决的？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镇上发的文件一念，林建国当场就吓得认栽了。你小子真长本事了！你爹我想都不敢想的硬骨头，你居然一巴掌给拍碎了！那两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，在村里横了一辈子，今天让你一个毛头小子当着全村的面把脸抽肿了，过瘾，真是过瘾！你小声点儿，别让人家墙头听见。怕啥？他下次要是还敢不要脸过来敲诈，我直接让儿子把文件拍他脸上。爸妈，从今天起，咱家在村里走路不用低头看任何人的眼色了。爸，我还有个计划，我要包地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要把咱村后那片荒林承包下来，自己圈地把知了猴给种出来。那破林子荒了多少年了？你白白花3000块大洋去包它，那野草长得比人都高。你是不是觉得口袋里的钱花不完？那知了猴是地里自己冒出来的东西，你还能拿笼子把它圈起来养啊？可别犯傻往火坑里跳。知了猴在土里也是有规律的，它不是不凭空砸下来的。母知了猴在树枝上产卵，我在大学里天天摸的就是这套泥土和催化树根的土办法。大学就教你怎么在地里挖虫子。去年一晚上闭着眼能找好几百只，今年累断挠才刨出来100来只，再过2年呢？光靠在野地里瞎捡，咱还能吃几天饱饭？技术上我查过资料，跑过外地养殖户，销路上我有酒店和夜市的渠道，现在就差一块地，钱我出，不用你们掏1分。你非要去撞南墙，老子不拦你。赔精光了，可别回家哭鼻子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哭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林野那个傻子要包一块荒山。不会吧？那块鸟不拉屎的地，包了不是白扔钱吗？可不是嘛！要不说他是个傻子呢。哼！来了来了，咱村的大老板来了。林野，听说你要包10亩荒林养知了猴，那破林子荒的连柴火都砍不出几罐，你白花3000块钱1年包它。人家是大学生，大学生跟咱这种粗人想的能一样？咱觉得是往水里扔钱，人家觉得那叫做大投资，是不是啊，林野？小林啊，婶子真是替你心疼。你倒卖知了毛挣那点热乎钱，在兜里还没捂出汗呢，就这么往水坑里扔？那虫子是人能养得活的？要是能养，你三叔早发财了，还轮得到你？赵婶儿，倒退2年，你见过街上有谁花钱买知了无卖吗？哼，冲虫子，你真懂怎么弄吗？养鸡、养鸭、养大猪的咱见过，养知了猴的，你打听打听。全天下哪个村里有人养？正因为满大街都没人养，这独一份的买卖才最挣钱。要是等全村全镇人都跟风在家里刨坑了，哪儿还有我的肉吃？听见没有？他自己都承认了，全国都没人干过。你们瞧瞧，他这就是拿他老爹在泥里刨出来的血汗钱，去趟一条连耗子都没走过的死路，这不是读书读傻了的冤大头是什么？林野，三叔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把那片烂地退了，老老实实当你的2道贩子，倒卖知了猴，好歹饿不死你。三叔，倒跳1个月，你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你说我放着粮食部的差事不要是疯了。
那你知不知道我这半个月就靠着这些虫子赚了1000块？林野，你少在嘴上威风！我就问你，那10亩荒林你要是搞砸了，你拿什么填窟窿？你爹那腰都快弯到地里去了，你还打算让他砸锅卖铁帮你背债？海哥，地是我按手硬包的，钱是我自己在夜市一勺一勺砸出来的，风险我自己拿命扛。我包里还有几个子儿，我心里有数，不劳你在这闲吃萝卜淡操心。这孩子真是一根筋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等着看吧，不出3个月，他准哭着回来，大伙儿都过来看看。这就是林野要签的合同，10亩荒林，1年3千，1签5年，15000。他手里攒下那点钱，算是一把全砸进去了。我当了这么多年村长，头一回见有人上赶着把大把的钞票往火坑里端。三哥，他真要钱？人家说了一次付清，我今天就坐在这儿等着他来按手印。我倒要看看这读过高神学的大学生是真傻还是假傻。疯了，彻底疯了。他爹林大山也不出面拦着，就由着他这么败家。林野，你可算来了，三卓正跟大伙聊你呢。这合同你真签？10亩荒林，1年3千，5年15000，你可得在脑子里盘算好了。这林子荒了多少年了？野草比人都高，树也半死不活。你一旦按了手印，就是5年的帖子锁死，想反悔退钱可门都没有。三伯，现朝在这儿，合同推过来。行，你签，但有一条先摆明面，这地签了就是5年，中途要是干不下去退租，1分钱都不退。你以后别来村委会堵门闹，说你要退钱。对，签了就不许反悔，到时候赔光了家底儿，别在村口哭爹喊娘。这孩子真是拦不住，他爹也不来管管。三别，各位叔伯婶子，这合同我签了，这地我包了。嘴硬，到时候亏得裤子都没了，哭都找不着调。唉，白瞎了这些白花花的银子。大伙儿都搁这做个证啊！他要是能用这破烂地儿种出真金白银来，我李大嘴给他当长工，不要半毛钱工钱。爸，签了，签了，签了。你小子真敢签！10亩地5年15000，这笔巨款在咱村够起半栋大洋楼了。你这孩子打小就是个犟脾气，8岁那年非要爬树掏鸟断，摔下来腿上生生缝了5针，缝完伤口第2天你带伤又往上爬，我就知道谁也拦不住你。妈，这次不会摔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事儿你有几成把稳的胜算？爸，你信我吗？老子不信也得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钱都交了，地都签了，全村的碎嘴子都在伸着脖子等着看咱家砸锅呢。你要是搞砸了，绝对砸不了。爸，你睁大眼睛等着看好戏吧。林野，你这基地看着还真不辣，但是你真有把握这地底下能有知了猴吗？这看着是片荒林，其实地底下老知了猴特别多，以前地硬没人管，白浪费了。我这段时间翻了地，修了枝，浇了水，今年夏天就能先把地底下现成的知了猴逼出来。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，我就知道一件事，你这10亩地今年靠科学法子提前催出来的第一批货，产量能有多少？10亩地3000斤，3000斤，1斤按现在3块5算，那就是10万块。就像这么算的，等我这批货出来，市面上知了猴就不是3块5了，大批量供应价格会回落，但就算回放到2块钱1斤，也是6万块，抛掉成本，净赚4万以上。4万，粮食部那帮人一个月拿420，一年5000块，你一年顶他们8年，还没养出来呢，先别算账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谦虚了？等第一批出土了再吹。你爹还跟你冷战呢。自从我要包地以后，他就不理我了。我妈说她每天晚上坐在院子里，盯着你这片林子的方向抽烟，一坐就是1-2个小时，那就是关心你。儿子，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大雨，你那林子没事吧？那片地是低了点，但应该问题不大。我挖了排水渠，水渠挖多深？半米。不够。桃林那边我去过，30年前生产队种桃树的时候，那一片就是最低洼的地方。下小雨没事儿，下大雨山上的水全往那边汇。你这排水渠连1米的都不够，还半米。爸，我算过汇水面积。你算个屁！你算得过老天爷？明天去把沟加深，至少1.2米，两边堆土垒高。知道了，明天一早就去。哼。预计未来24小时内，我县将出现大到暴雨。暴雨提前来了，我得赶紧去挖排水沟了。
那是谁啊？下这么大雨还在外面，好像是林野，他那虫子基地就在那边。养虫子养出报应来了。你挖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？让开！我不来，你今天淹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。排水渠我就说要挖深点儿。我从酒店请了假，别废话，挖！林野，我们来帮忙。你都带着我们挣钱了，我们咋能眼睁睁看着你有麻烦呢？就是，咱村好不容易出个带头的。烫得跟烙铁似的，林野，林野！让开，都让开！妈，林子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排水渠挖通了，你爹说你捡回来一条命。爸，你的排水渠挖对了。你差点把命搭进去，为了一堆虫子，你差点把命搭进去。爸，那不只是虫子，那是咱家的出路。你妈给你熬了粥，我去端。你那基地排水渠要再加3道，回头我帮你挖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你那堂哥怎么了？他把咱的后路断了，他联合了镇上收山货的大户，扬言出2倍的高价，7块钱一只，要把乡亲们手里的知了蚝全收走。就这事？不止，他还找了我们酒店采购部的经理，我不知道他使了什么关系。反正总厨刚给我打电话说，采购经理发了话，从今天起你的活货一只都不要了，全部换成临海的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还不急？村口那边已经开始收了。我骑车过来的时候，看见村们全拎着桶往那边跑，7块一只，你这边才3块5，他们疯了才卖给你。完了完了，货源断了，销路也断了，你这一轮子知了猴。一鸣，你来看看这个。操，这么多，比上次我来的时候多了不止1倍。他收的是野生的，大的小的一锅端，我这全是统一破妥的，个头一样，品相一样。他把死虫小虫往酒店送，你猜后厨退不退他的货？那村口那边呢？他7块一只收。咱的货源真被断了，他就是想用高价把货源抢光，让我拿不到货。但他有没有想过，等乡亲们手里那点存货被他收完了，他拿什么供电？那咱现在怎么办？你知道我这10亩地今年能出多少吗？3000斤打底，而且不光能供货给饭店。什么意思？我这批货品相好，个头均匀，能做高端礼盒。省城展销会那边我已经联系了，临海堵了饭店这条线，正好逼我走更大的渠道。我还以为天塌了，搞半天你是故意不急的。急没用，货在我手里，品质在我手里。他临海花7块收野生的，我让他在后厨验收的时候哭着退单。小伙子，这品相是你在农村搞出来的？这是生态老林里催出来的极品，城里人天天吃大鱼大肉，最缺的就是这种能补身子的高蛋白野味，是高端滋补品。好一个高端滋补品！跟市场上那些脏兮兮的散货完全不是一个赛道。我们展销会常年对接全省的大商超和高档礼品公司，正愁没有新鲜玩意儿。你手里现在能出多少货？头茶3000斤打底，后续能源源不断供上。哈哈哈哈哈！行，常年供货协议，今天咱就签。一份礼盒100块，我先订100盒，预付款今天就能打到你账上。你拿了钱再慢慢供货。一言为定。高价收知了猴，7块一只，现钱现结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大伙儿把货都往我这儿送，别卖给那个大学生，他给不了你们这个价。还等啥？7块一只，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价？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赵婶儿，赵婶儿，你往哪儿走？我这7块一只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
7块一只，价是不低。可海子，市场价3块5，你7块收，收一只赔3块5，你是钱多还是另有所图？我有渠道，我能卖出更高的价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才不信！你要是真有渠道，你把合同拿出来让大伙看看。你要是拿不出来，那你就是故意赔本收知了猴，想把货源抢光，让林野收不到货。等把林野挤垮了，你转手就不收了。那到时候我们手里这些知了猴卖给谁？烂在你手里还是烂在我们手里？赵婶说的对啊，他7块收一只赔3块5，哪是做买卖，分明就是冲着林野来的。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，搞半天是想断林野的后路。孩子，你爹当村长的时候乱收钱，你现在又来搞林野，你们爷儿俩有一个干过正经买卖吗？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你出100块我也不卖。就是林野在村里招工，按天结账，从不拖欠。林海给过咱什么？林海他爹上回收资源费，一开口就要1000块，这家人的话谁敢信？跟着你干，我怕明天你就跑路了。不卖，死也不卖给你。行，你们等着，等我挣了大钱，别来求我。我的亲娘啊！这大奔是来找谁的？林老板，可算找到你了。老板，您要知了猴是吧？我这儿有。我不要散户的货，我要的是林老板的礼盒，品相好，个头匀，省城高端商超排队等着上架。乡亲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大老板亲口说了，散户的货不要，林海收的那一堆，我看他卖给谁。感谢大老板信任，咱们进屋聊。林老板，全省的高端商超礼品线都在我手里，你的知了猴礼盒我全部包圆，这是15万的预付款，只要品质够硬，后续的资金随时到账。今天我亲自把钱送到你家炕头上，合同你签了，我这颗心才算落地。王总敞亮，品质你放100个心，明天第一批货就能出仓。好，林老板痛快，那我就在省城等着接货。老子当年拿着扁担要打你，是老子这双狗眼瞎了。大学生养虫子，养出了半座金山啊！各位叔伯婶子，从现在起，我的基地正式扩大招工，清洗的、烘干的、装箱的、守林子的，男女老少只要能动弹，按天结工钱，绝不拖欠。我林也不要一个人独吞15万，我要带着全村愿意跟我干的人，一块把这莲塘村的饭碗从那帮吸血的2道发人手里抢回来。林爷，婶子第一个跟你干，林海给2倍价也就风光1天，你这才是全村的长久活路。林野，叔就说你能行，我也跟着你干。林野，你给我等着！海哥，真要砸车烧货啊？里面可全都是村里老少连夜赶出来的。少废话，老子今天丢尽了脸，赶紧把林野这车货废了，他在省城违约，就得赔个精光。海哥，等你很久了。你早就知道？你刚才准备烧车泼油的嘴脸，全记在录像带里了。林野这车货里有我们全家老小下半年的口粮钱，有我大儿上高中的学费。你这一桶汽油下去，烧的是林野的货吗？你烧的是俺们全村几十户人家的命根子！丧尽天良的东西！你爹当村长欺负老实人，你当儿子的断全村人的财路，打死这个黑心肝的畜生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已经晚了。林海故意毁坏他人重产经营财产，教唆纵火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林野，林老板，三叔求求你，看在大家都是林家本家的骨肉份上，你饶了他这一回。那15万咱不眼红了，村长我也不当了，求你别让他坐牢啊！三伯，我签合同那天就当着全村的面说过，谁按规矩办事，我带他发财；谁想断我的根，毁我的路，别怪我不讲半点情面。他烧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林子，是全村老少的饭碗，这法公家说了算。真是祸害！咱这荒林子真变成金山银山了。慢点开，这一车可是送去省城的特级礼盒，磕碰坏了拿你们试问。赵婶儿，今晚庆功宴可得多喝2杯。半年前俺老李嘴硬说，林野要是能成，俺名字倒着写。如今俺天天在林老板的基地里当组长拿大洋，这嘴大礼俺当得心甘情愿。呸！你个嘴大礼就偷着乐吧！要不是人家林老板心大不记仇，带着全村建冷库搞包装，你现在还在大马路上瞎晃荡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如今咱连村家家户户盖新房，全靠林老板一个人撑起全村的饭碗。老林头，你生了个好儿子，
自己当万元户不说，还拿技术包收，把一个贫困村带成了全省致富模范村，了不起！领导过奖了，这小子打小就犟，随我。当年他放着粮食局不去，我拿扁担抽他都没抽回来。现在想想，还是读了大学有眼光，比我这老泥腿子强。大山哥，你就别谦虚了，谁不知道你家林野是咱村第一个万元户？我跟你说，当年你在村口说你儿子一晚上挣89的时候，我还觉得你吹牛。现在我服了，心服口服。妈就是想起那几年你一个人钻树林子抓知了后，回来满胳膊蚊子抱，妈心里酸。可现在看着这一院子的人，妈心里又甜，值了，都值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2年前我林野回村，全村都说我疯了。可我说过，地里刨屎也能刨出真金白银。这2年暴雨咱一块扛了，压价的咱一块干翻了，想断咱饭碗的咱亲手送进去了。如今莲塘村有了自己的冷库、自己的品牌、自己的渠道。今年基地净利润翻了1倍，全村38户贫困户全部摘帽。这第一杯敬我爸妈，敬2年前帮我挖排水沟的所有老少爷们儿。这钱以后咱还要1年比1年挣得多。莲塘村的路，咱一群人走得更宽更远。干了！